在阿富汗兴都庫什山脈的荒涼山谷之中，一隊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遭遇了敵軍的伏擊。山脊之上，敵人的冷槍時不時響起，而在山谷之下，陸戰隊手裡那挺 M249 班用機槍正在瘋狂地咆哮。這聲音就像是一台暴躁的除草機，幾秒鐘內，數百發子彈組成的金屬風暴就朝着遠處的山頭潑灑過去。看起來是不是很威猛？是不是覺得這才是美軍該有的火力壓制？但如果此時火力軍告訴你，這看似兇猛的火力網在敵人狙擊手眼裡可能只是一個吵鬧且無效的笑話，你會怎麼想？因為距離太遠，散布太大，那些昂貴的子彈除了把岩石打得火星四濺，根本沒有傷到敵人分毫。而這正是2018年以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面臨的真實困境。於是在2018年，一個足以引爆全球軍迷圈的消息傳了出來，美國海軍陸戰隊決定全員換裝 M27 IAR 步槍，甚至要用它去全面取代 M249 機槍。這一消息一出，可以說是輿論譁然，網絡上的質疑聲鋪天蓋地，大家都在問同一個問題：陸戰隊是不是瘋了？用只有30發彈匣的步槍去取代擁有200發彈鏈的機槍，這難道不是火力的倒退嗎？今天就讓火力軍帶大家撥開迷霧，深入解剖這場由 M27 引發的步兵革命。要理解 M27 為什麼能贏，我們首先得看看它究竟打敗了一個什麼樣的對手，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M249 SAW 班用自動武器。在無數的好萊塢大片和像《使命召喚》這樣的遊戲裡， M249 那絕對是硬漢的象徵，只要摳住扳機不放，那長長的彈鏈就像流水一樣被吸入槍膛，炮殼窗噴出的彈殼如同暴雨，槍口噴出的火舌仿佛能吞噬眼前的一切敵人。這種潑水般的快感確實讓人腎上腺素飆升。在越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美軍乃至整個北約都成了這種火力至上學說的忠實信徒。他們認為步兵班並不需要每個人都打得準，只要有一挺機槍，能把足夠多的子彈潑灑出去，就能把敵人壓制的在戰壕裡抬不起頭，然後步槍手再上去收割。但這套理論聽起來很完美，真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場上，這幫陸戰隊員們發現童話裡都是騙人的。首先擺在面前的第一道難關就是一個字：重，真的太重了。火力軍給大家好好算算這筆賬。一挺空槍狀態的 M249 重量就已經達到了 7.5 公斤，但這僅僅是個開始。作為一名機槍手，你不可能只帶把槍出門吧？按照美軍的標準條例，你至少得攜帶600發彈藥，加上備用槍管，再加上這一大堆金屬彈鏈的死重，一名全副武裝的 M249 機槍手，光是武器系統的負重就經常突破20公斤。這還沒算上他身上穿的防彈衣、水壺、通訊設備和口糧。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阿富汗那種空氣稀薄的高原山地，或者伊拉克那種40度高溫的沙漠裡，背着相當於一頭成年哈士奇重量的鐵疙瘩去進行急行軍，那是種什麼樣的折磨？在很多時候，這名原本應該是全班火力核心的機槍手，反而成了整個班組機動能力的短板。甚至有陸戰隊員自嘲說，我們就得像照顧嬰兒一樣照顧機槍手，因為一旦開打，他要是累趴下了，我們就全完了。除了重， M249 還有一個讓前線士兵又愛又恨的特點，那就是它那令人抓狂的可靠性。M249 雖然設計了一個理論上非常先進的雙供彈系統，既可以用彈鏈，緊急時刻也能插上 M4 步槍的彈匣，但這就像很多兩棲動物一樣，水裡游不快，岸上也跑不快。那個側面的彈匣插口在實戰中也常有故障。至於那長長的彈鏈，在開闊地還好說，一旦進入複雜的城市巷戰或者叢林環境，長彈鏈會受到各種干擾，比如掛住門把手纏住樹枝，每一次掛鈎都可能意味着一次致命的停頓。但這些陸戰隊咬咬牙也就忍了，畢竟火力猛嘛。可最讓陸戰隊無法接受的是那個被奉為真理的壓制效果，在現代戰爭中變味兒了。在阿富汗的交戰距離往往都在500米甚至800米以上，在這個距離上 ，M249 那雖然狂暴但散布巨大的彈着點，就像是在給敵人進行人體秒鞭，打不到人，再兇猛的火力也是白給。也正是這個重大缺陷，促使美國海軍陸戰隊醞釀了一場名為2030部隊設計的宏大變革。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打造一支更輕、更快、更致命的2棲輕步兵力量。在未來的跳島戰術中和快速反應作戰中，陸戰隊需要能作為能夠進行攻堅的尖刀。在這樣的戰略藍圖裡，笨重、不可靠且精度感人的 M249 顯然已經成了那個必須要被踢開的絆腳石。陸戰隊急需一款新武器，
一款能夠跟上突擊隊步伐，既有步槍的靈巧，又有不輸給機槍壓制力的新家伙。但問題來了，美國國會那幫掌握着預算的老爺們可不管什麼戰術變革，他們只認錢，想全員換新槍沒門兒。那陸戰隊該怎麼辦呢？這就不得不提到陸戰隊那堪稱瞞天過海的採購藝術了。在美國軍隊的鄙視鏈裡流傳着這麼一個段子：空軍是1等人上人，要殺有殺；海軍是2等是個人，燒錢大戶；陸軍是3等算個人，也能吃飽穿暖。而海軍陸戰隊那就是妥妥的4等不是人。這幫全美死傷率最高的部隊，在預算分配上卻總是拿的最少。你想想，這時候如果陸戰隊司令部直接跑去敲開國會的大門，理直氣壯地說，我們要把手裡那幾十萬支 M4 和 M16全扔了，換成一種德國造的，價格是 M4 好幾倍的高級步槍，你會得到什麼回應呢？國會那幫精打細算的老爺們估計會直接把預算報告甩在你臉上，然後讓你回去繼續用那把從越戰傳下來的傳家寶。那怎麼辦？難道就這麼忍氣吞聲？不，陸戰隊這回可是玩了一把高端局。他們想出了一招絕妙的特洛伊木馬計策，那就是 IAR 計劃，也就是步兵自動步槍項目。陸戰隊对外的口徑非常統一且謙卑。各位老爺，我們沒想換裝新步槍，我們只是覺得 M249 太重了，想採購一小批，真的只是一小批，只有幾千支的輕型支援武器來替換部分机槍手手裡的家伙，讓這幫可憐的孩子跑得快一點。你看這理由多充分，這姿態多低調，這預算規模多克制。國會一看，反正也沒多少錢，准了。於是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競標開始了。科爾特、艾弗恩還有德國的 HK 公司都帶着自己的家伙來了。經過幾輪殘酷的 PK， 最終勝出的正是帶着濃濃德國人的 HK 416D。這把槍可不簡單，它可是特種部隊的心頭號，大名鼎鼎的海豹突擊隊第6分隊击毙本拉登時使用的就是這款 HK 416的短管版本。陸戰隊選中的是它的 16.5 英寸重槍管版本，並賦予了它一個新的代號 M27， 以此紀念第2陸戰團第7營，那群在實戰中最早測試這把槍的兄弟們。這時候好戲才剛剛開始。剛開始 M27 確實只是像承諾的那樣發到了每個班的機槍手手裡，頂替了 M249 的位置。但是這把槍的表現實在太好了，好到讓隔壁拿 M4 的步槍手們饞得直流口水。於是陸戰隊高層突然表示，你們看，既然這把 M27 既能當机槍用，打單發精度又比 M4 還要高，而且可靠性還這麼強，那我們為什麼不乾脆讓所有人都用它呢？圖窮匕見，這就是陸戰隊瞞天過海。他們實際上是用購買機槍的名義，把一只腳先伸進了門縫，然後一點點把身子擠進來，最終完成了一次全軍的主戰步槍大換血，巧妙地繞過了國會對全員換裝的預算審查。就這樣，陸戰隊在全世界軍迷的驚嘆聲中，甚至在陸軍兄弟羨慕嫉妒恨的眼神中，竟然實現了人手一把 HK 416的奢華配置。那麼這把讓陸戰隊費盡心機也要弄到手的 M27 究竟有什麼黑科技，能讓他在那場嚴苛的競標中把其他對手按在地上摩擦？秘密就在他的导气系統。傳統的 M4 步槍採用的是氣吹式導气系統，簡單來說就是把火藥燃燒後的高壓廢氣直接吹回机槍內部來推動它後座。這雖然結構簡單，但有個致命的缺點，打得久了，機槍內部就會積攢大量的積碳和高熱，一旦到了激烈的戰場上，槍管就會被內部熱量迅速加熱，不僅燙手，還容易卡殼。而 M27 採用的是 HK 公司引以為傲的短行程活塞导气系統，這可是妥妥的黑科技。它用一根實體的活塞桿代替了那些骯髒的廢氣去推動槍機，這樣一來，無論前面打得多麼激烈，槍管還能保持耐用。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哪怕你在伊拉克的沙塵暴裡或者阿富汗的泥潭裡打滾， M27 依然能不知疲倦的噠噠噠的持續輸出。除了可靠， M27 還有一個讓精確射手狂喜的特性，那就是闭膛待機。我們知道，像 M249 這樣的傳統机槍，為了散熱，通常採用開膛待機，也就是扣扳机前，槍機是掛在後面的，扣下扳机後，巨大的槍機才哐當一声砸向前。這巨大的震動可能讓你的第一發子彈偏離目標，這也是為什麼機槍第一發很難打準的原因。但 M27 不一樣，它是闭膛待機，子彈已經上膛，槍機已經鎖死，扣下扳机的一瞬間，只有撞针輕微的撞擊聲，這讓 M27 擁有了和狙擊步槍一樣的首發命中率。這對於那些喜歡打伏擊的陸戰隊員來說，簡直就是夢幻般的設計。
有了這樣一把既能當機槍掃射又能當狙擊槍點名的神器，陸戰隊的戰術自然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全員換裝 M27 後的陸戰隊班組到底是怎麼打仗的？這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美式火力嗎？要是你現在穿越到陸戰隊的訓練場，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那種机槍手趴在地上突突突打個不停，旁邊副射手手忙腳亂理彈墊的場景已經越来越少了。在傳統的步兵戰術裡，壓制这個詞通常意味着制造足夠多的噪音和彈幕，讓敵人因為害怕中彈而不敢露頭。M249 就是幹這個的。但 M27 帶來的是另一種維度的壓制。想象一下，當敵人的機槍手剛剛探出頭準備射擊，迎接他的不是幾百發隨緣的榴彈，而是幾發從幾百米外飛來，直接鑽進射擊孔的精準點射。那種身邊戰友瞬間消失，甚至連反擊機會都沒有的恐懼，比任何機槍的咆哮都要管用。以前是火力覆蓋，現在是精準點名，這就是為什麼陸戰隊敢說一支 M27 的壓制效率頂得上過去3支 M249。除了打得準， M27 還徹底解放了陸戰隊的雙腿。以前大家最怕什麼？最怕機槍手掉隊。那20公斤的負重在巷戰和翻山越嶺時就是個累赘，全班不得不為了等機槍手而放慢節奏。而現在全班手裡拿的都是通用的彈匣，大家都是步槍手，我也能支援你，你也能支援我，後勤壓力瞬間骤減。以前機槍手要是彈鏈打光了，只能喊副射手送，現在隨便哪個兄弟扔個彈匣過來，插上就能接着打。這種全員通用帶來的戰術靈活性，是那些只看紙面數據的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快樂。當然，肯定還會有人問，火力軍說的再好聽，30發的彈匣畢竟只有30發，真要是敵人充點了，火力持續性不夠怎麼辦？陸戰隊對此的回答非常簡單粗暴。M27 優異的人機工程學設計，加上陸戰隊那變態的換彈訓練，一名熟練的射手換彈匣的時間也就是2-3秒，配合班組內的交替掩護，火力中斷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且別忘了 M27 那是真耐造，在測試裡哪怕是連續快速打光幾十個彈匣，它的槍管也不會像 M4 那樣發紅變軟，精度依然在線。所以這場戰術革命的本質就是陸戰隊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與其用1噸子彈去嚇唬敵人，不如用100發子彈把他們全部送去見上帝。但這還不是 M27 潛力的極限，既然這把槍這麼準，陸戰隊的那幫鬼才又動起了歪腦筋。如果給他裝上個倍率更高的鏡子，再配上點好子彈，他是不是就能當狙擊槍用了？你別說，他們還真這麼幹了。這就誕生了 M27 的一個孿生兄弟 M38。在美國軍隊裡，陸戰隊向來以會過日子著稱。既然 M27 的精度已經這麼變態了，那為什麼還要花大價錢去單獨採購昂貴的狙擊步槍給班組精確射手用呢？於是陸戰隊的省錢小妙招又來了。2017年，他們宣布列裝一款代號為 M38 的班組指定精確射手步槍，聽起來是不是很高大上？是不是以為又是哪家軍火巨頭的新產品？錯，這就又是陸戰隊玩的一個套娃遊戲。如果你把 M38 拿在手裡仔細端詳，你會發現這貨不就是一把 M27 嗎？沒錯， M38 的本體完完全全就是一把從庫存裡拿出來的 M27， 連那一身甚至有點貴的重槍管都沒動，唯一的區別僅僅是陸戰隊把那個4倍的 ACOG 瞄準鏡拆了，換上了一個更昂貴的 TS30A2 瞄準鏡，再配上一個奈特軍械的消音器，最後把彈匣裡的普通子彈換成精度極高的 MK262 比賽級彈藥。這就是 M38 的全部秘密，一把換了皮膚的 M27 就能摇身一變成為一把在600米距離上槍槍咬肉的精確射手步槍。這在世界輕武器發展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通常來說，突擊步槍是突擊步槍，機槍是機槍，狙擊槍是狙擊槍，井水不犯河水。但 M27 用實力證明了，只要底子好，真的可以為所欲為。裝上頂腳架，它是輕機槍；卸下腳架，它是突擊步槍；換個瞄準鏡，它就是狙擊槍。所以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 M27 究竟能否取代 M249？ 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它不僅取代了 M249， 它甚至重新定義了步兵班的靈魂。它終結了2戰以來那種機槍至上、火力覆蓋的舊時代，開啟了一個屬於全員神槍手、精度與機動並重的新紀元。好了，關於 M27 這把傳奇步槍的故事，火力軍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你覺得在未來的戰場上， M249 真的會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真知灼見，大家一起討論。如果你喜歡本期硬核科普，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